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23号。今天比特币视频来聊一聊历史性关键突破这一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市场是非常的热哦，很多朋友也是让我再聊一聊，如果还想再买，那点位要怎么判断？我手上实在是没有资金了，该买的 25K、26K 也是跟朋友们一起继续做多，或者一会儿来聊一下这张图表里面的知识以及最近的山寨币。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这一个非常出名的高斯通道线，上一周一根长 K 棒，一根大阳线，千军万马来相见。目前的价格已经是正式把这个高斯通道上轨的位置都给突破，有可能这个位置突破就是本波疯狂大牛市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性突破。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上一次7月份或者是6月份左右，这个高斯通道正式转绿以后，后面有压回的每一次低点，也是跟朋友们讲，如果真的有在踩 25K 中轨的位置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啊。这一波牛市它是踩了两次这个中轨，那现在上来已经是把上轨给突破。我的观点是，只要通道是绿色的结构，有可能上轨突破就是非常重要大牛市历史性关键的突破，所以希望朋友们手上的仓位一定给我咬住啊！它有可能涨到非常非常高的位置，要开始测这个上轨位置的时候，有可能比特币行情要开始转凶，或者是中间过程里面它如果波动，有可能完全不会去测这个上轨。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几波大牛市，20年的这一波大牛市，它往上涨的这一波空间里面，从来都没有测过这个上轨的位置。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2016年、2017年比特币整波大牛市，只要关键的上轨的位置突破以后，它在疯狂大涨的行情里面根本就不会去测这个上轨，等到真正要测上轨的位置，有可能比特币要开始走凶。就是它整波疯狂的大牛市，只要行情一直在涨，或者是中间有回撤，也不会去测这个上轨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2020年或者2021年也是一样，等到真正来到顶部高位，要开始测这个上轨的支撑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有可能比特币要开始走凶。不过我们还要留意啊，历史上它突破上轨的位置，如果是在疯狂牛市刚启动的位置，有可能会有一次回撤。我们可以看一下2020年当时在7到8月份的这个区间啊，它开始突破以后，后面有高点，会有一次回撤上轨的位置，也是回踩在确认这个上轨是不是有效突破，而且轨道也是在绿色的结构。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2016年，当时比特币这个位置突破上轨以后，它也是有多次回踩这个上轨的支撑，但是后面行情继续进行中，从来都不会去踩这个上轨的位置。所以有些朋友在问我，如果还想买这个比特币，或者是还想再做多，我的观点是现货我从来都没有反对过，但是期货你要去留意，历史上有这种经验，它如果突破上轨的位置，有没有可能再回踩一次上轨，你要去关注期货的买点。但是我们要观察一下历史上，比如说2015年的位置，它突破上轨，前面的涨幅是相对比较大，有可能它才会回踩这个上轨的位置。比如说这三根，一根 15%， 或者是这一根 5%， 或者是这一根继续 11%， 它后面有可能回踩幅度会比较深。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20年当时这个位置也是一样，就是在突破上轨之前几根上涨都是非常的强势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根 8%， 或者是这一根 11%， 然后这一根呢也是接近 6%。 它如果涨幅比较大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回踩这个上轨。所以我们观察一下，就这一波涨幅，上周就涨了多少？10%左右啊。所以我的观点，它也不一定会回踩这个上轨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上轨的位置啊，目前大约是在29000附近啊。不然我的观点还是一样，
现货我都不反对。你如果下面的空间或者是一些山寨币都已经涨上来了，现在还在问如果还想再买，那我的观点是现货你一定要有仓位。它这一条上轨的位置每一周它会往上移，现在感觉是在 29K 附近，可能过个2周不一定是在 29K。 不然我的观点，期货你可以去留意防一点它到底还有没有可能回踩这一个上轨的位置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日线这一个上升通道啊，因为前面是有跟大家估计，当时比特币破2万开始，希望朋友们下去要分批买入，后面它在这个区间或者是重新压回来的这几个低点也是有一个支撑位，包括当时硅谷银行危机或者是 FTX 交易所危机，像这种危机它有可能会破线，不过如果没有这种黑天鹅事件，我是相信这个低点到这个区间跟硅谷银行前面的这2个低点的位置跟这一次 25K 的低点有可能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正常的上升趋势。那既然有一个趋势存在在这边，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过，我估计上涨的目标有可能 35K 会是一个短线或中线的压力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几个高点的位置跟这个高点的位置，它有可能这个上轨的位置也是在 35K 附近。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技术形态哦，因为这一波自趋势扭正以后，大约是在 26K 到 27K 附近，趋势扭正以后，它这个丝绸线在4个小时里面目前全部都是向上的结构，而且价格到目前都没有看到有哪一次价格是有在测这个60 EMA 的支撑，所以有可能目前的趋势还是存在啊，还有可能震荡到位，我的观点不排除还是会往上突破。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最近的山寨币哦，因为比特币现在既然上来了，很多朋友包括有看到市场里面有一些币种的专家或者是游资，最近是非常的疯狂，资金也是非常的热哦。我们可以看一下 StarL， 很多人还是在怀疑比特币要跌下去。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StarL， 前面10月初的时候，它的价格后面还有6个0，到昨天再涨了 88%。 我们可以看一下短短的10天左右的时间，价格就涨了20倍，直接去掉了2个0，昨天已经只剩下4个0哦。当然像这种品种短期已经涨高，我不是在推荐某一些品种啊，因为有些朋友是在问还有没有什么山寨币可不可以买的。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观点啊，你可以去留意一下，就这1年多以来，有很多品种基本上月线或者是周线里面，它都是在底部整理的区间，有可能就是横有多长，竖起来会有多高，品种非常的多。像这些什么 stand， 当然我不是在推荐某一个品种，你可以自己去观察，很多品种都有这种潜力。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疯狂表现的 Link 也是一样，横有多长，有可能竖起来就会有多高。包括这个 DOT 或者是 AA 唯一，这2天也是非常的疯狂，品种是非常的多，看自己的趋势啊。因为我基本上是没有资金，大家都知道，早在去年的时候都已经满仓了，不管是比特币或者以太坊，我的建议是你一定要重仓配置，但是一些山寨的币种我都不反对，你如果有资金的话，可以少量配置这些币种，分上去埋伏，有没有可能会有比如说10倍或者20倍，包括这几天大涨的索拉纳也是一样，横起来竖起来有可能就会有多高，或者是 ADA 啊，这些品种都不反对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10币的月线啊，都是在底部低低的趴在那里，有可能就是有专家在里面。我的观点是不排除，或者是瑞波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啊。有没有可能资金会不会进场去操作？都是低低的趴在地板上，就看资金它到底想不想拉某一个品种，或者是狗狗币，我也是有啊。所以希望朋友们如果手上有的仓位一定要抱住，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